别拉拉扯扯，一句剧本批注，看懂诚意的案头功夫。别拉拉扯扯4个字，写在剧本的空白处，不是台词，也不是给对手的，是一个演员写给自己看的。这事儿是真的哈，富山海的剧本里有一段，写的是萧秋水拽着唐芳奔到镇外林中，程毅就在旁边认认真真手写了4个字，别拉拉扯扯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一个演员为什么要在剧本上写这么一句话？你猜怎么着？我发现个事儿，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，其实能把什么叫专业演员这件事讲得比任何一篇采访都清楚。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别的，就聊一门手艺，演员到底是怎么做角色的。我拿程毅这个批注当引子，因为他特别典型。先说清楚啊，我不是要给谁下什么结论，我是想借这个细节，把一层一层的东西给你剥开看，越想越觉得有意思。咱们一层一层来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，你打开一部剧，看到一场戏，2个人对话，一个转身，一个眼神，戏就过去了。作为观众，咱们接收到的是成片，已经做好的、剪好的、配好了的成品。你看到的是结果，但你看不到的是这一场戏，这一个转身，这一个手到底放哪儿，背后可能是演员在开机前几个礼拜就已经想过800遍的东西。观众看到的是冰山浮在水面上那一角，水面底下那一大块，平时没人给你看。好，那水面底下是什么？这就是第2层，媒体一般不太会跟你讲的部分。案头工作这个词可能有点行业黑话哈，我尽量说人话。案头工作说白了，就是演员在真正开拍之前，坐在桌子前面对着剧本做的那一大堆功课。读剧本、拆人物、标重点、写批注、设计动作，全是这个阶段的事。有的演员案头做的极细，一个剧本翻到卷边，密密麻麻全是记号。那别拉拉扯扯这句批注，搁在这个框架里就特别好懂了。它不是情绪，不是抱怨，它是一个动作设计的自我提示，翻译成人话就是这场戏，我这个人物的身体分寸得往克制那个方向走，别做多余的肢体接触。你品品这里头的讲究。一个演员主动去想我这个角色在这一刻身体应该是什么状态，然后把它写下来提醒自己，这是把角色往深里做的人才会干的事。这不是背完台词就完事的活儿，这是真的在雕人物。这里插一句我个人的感受啊，这是我的观点，不是什么定论。我看程毅的戏，总觉得他挺擅长那种闷着、忍着、不外露的处理，情绪往里收而不是往外撒。你未必同意，我也不敢替所有人下判断。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种气质恰恰就是靠一个又一个像别拉拉扯扯这样的动作分寸，一点一点搭出来的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部分功课恰恰是观众最容易忽略，也最看不见的。你在弹幕里刷这段演得真到位的时候，你夸的其实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案头功夫的成果。慢工出细活，火候刚刚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就带出第3层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跟你聊的一层，真正的专业课，接触戏的设计。行业里现在有个越来越被重视的概念，英文叫 intimacy staging 或者 intimacy coordination， 咱们大概可以理解成接触戏、亲密戏的专业调度。这个概念这几年在国外的影视工业里被摆到台面上讲。等一下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点为什么重要。以前很多剧组接触戏、拉扯戏，基本靠现场你俩看着来，没有一套明确的流程，演员经常处在一个很被动、很尴尬的位置。后来行业慢慢意识到，身体接触的戏是需要被专业设计的，需要提前沟通边界，编排动作，双方都清楚，才能既拍得好，又保护好每一个人。行，现在回到诚意，你再回头看别拉拉扯扯这4个字，是不是味道完全不一样了？这其实就是一个演员在用自己的方式主动的做接触戏的边界设计。他在提前想这场戏的身体分寸在哪儿，哪些接触是人物需要的，哪些是多余的。
他不是在难搞，他是在 hold 住整场戏的分寸，同时也把对手演员保护在一个舒服的、专业的位置里。我得说句公道话哈，这种主动性在一个演员身上是很珍贵的，因为它意味着他不只想着我自己演得爽，他还想着这场戏整体成不成立，对手舒不舒服，成片干不干净。懂行的剧组最欢迎的就是这种把边界感刻在职业本能里的演员。这不是个人难相处的问题，这恰恰说明了他对这门手艺的尊重。说到富山海，我知道那阵子网上有些不同的声音，有人拿现场拿剧本这类画面做文章，说这说那。但你要真懂片场，就知道这是两码事。别说带着批注读剧本了，演员现场手里有剧本本来就是行业常态，连编剧同行都出来讲过这个理儿。真正下功夫在剧本上做记号的人，恰恰是把活往戏里做的那一类。所以这事儿在我看来，不但不该被拿来说，反而是加分项。哦对了，这里我得给自己留个余地，具体这句批注的完整语境，当时那场戏最后怎么处理的，我手上没有第一手的剧本和片场资料，我是从这个行为模式去解读的，凭的是方法论，不是内幕。如果有更准确的信息，评论区指正，我下期改。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但不把话说死。好，包到最后一层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这就得说到一个更大的账本了，一个演员的长期价值到底是怎么攒出来的？你想想看，案头做的戏，接触戏处理的专业，身体边界拿捏的清楚，这些东西短期内是不划算的。它不制造话题，不上热搜，观众当下也未必看得见。它是一种典型的长期主义打法，你走的是慢牛行情，不是一天涨停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再抛一个纯属个人推测的点啊，你别当成事实。行业里常有种说法，说有些演员不太热衷那种暧昧向的营销。我不确定诚意具体是不是这个路子，这个我没拿到硬信源，就当一个假设来聊。假如一个演员真这么选，有人会说这样少了话题，少了流量。但你换个角度算这笔账，从品牌的角度看，这叫 brand safety， 品牌安全。短期少赚一点热度，换来的是一个稳、干净、让人安心的长期形象。这不是短板，这是把估值往长线做的选择。我读这些行业方法论的时候，老实说，越读越觉得，我们平时对好演员这3个字的理解，可能太表面了。我们总盯着那一场哭戏，那一个名场面。可真正撑起一个演员的，是这些藏在剧本空白处，藏在开机前几周，藏在没人看见的地方的功课。半夜想起这事，我还挺感慨的。一个愿意在剧本上写别拉拉扯扯的人，他其实是在用一种很笨、很慢、很不讨巧的方式，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职业。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，懂他的人会懂。行，那这期就聊到这儿。但我不想让你光听我讲，我给你留个小任务，你去随便挑一部你喜欢的剧，找一场有身体接触的戏，别看剧情，专门盯着2个人的手、距离、分寸去看一遍，看看那些接触是不是都有理由，都有设计。看完回来，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发现，你有没有 get 到那种经过设计的分寸感？我读你看完之后，再看戏的眼睛会不太一样。评论区见。